中年男人如何提高自己的异性缘，如何能够在当今如此之严重内卷的两性市场下，找到一条独属于自己的择偶之道。先说一下啊，不是去搞什么外貌竞争或者是穿搭健身啊，太肤浅了啊，更不是你们无脑使用的什么超能力啊这种打法啊，这种低水平的竞争跟打价格战啊一样的，是下之策。而且很多兄弟呢，你们太依赖物质开路的话，哪怕你说你一个月可以给他花2个、5个、8个、10个，你到最后呢，你还是得不到你想要的那份关系，甚至都得不到他的尊重。你还是没有这种就是男人的吸引力，那该离开的自然就会离开了，该拿不下的你还是拿不下。所以说焦哥今天啊，想要从科学的角度给你们分享一些真正的实用能够快速落地的东西，去强化你的吸引力，去提升你的异性缘。 OK， 总共呢其实就3个点。那第一个点呢就是价值信号。兄弟们，你们应该要先清楚一个概念，就是同一个事物它在不同对象不同场景里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有一支笔啊，在有的人眼里呢它就可能值1块钱啊，在无印良品呢它可能就值个20-30，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放在 LV 的这个柜台里面去卖，那这支笔可能就要价值2000-3000了。懂了这个概念啊，你就明白了，就是你作为一个男人，你的价值在异性眼里并不会是完全由你本身的这个价值所决定的，而是他感知到了多少你的价值。就比如说你开辆 50W 的这个车去接女生，那在校的一些大学生可能就会判断你是一个高价值的，对吧？特别是那种学校的女孩子也会被你吸引。但如果说你已经有工作了，或者说自身是有经济实力的女生，你只会觉得她50万的 W 的这个东西吧挺平常的。所以说啊，这种物质信号带来的这种吸引力呢，它是因人而异的。而且啊，说实话，这种吸引力是相当脆弱的注意啊，为什么说它脆弱？很简单，你今天开了 50W 的车，明天是不是可以出现一个开 100W 甚至是 400W 的车的男人啊？因为物质信号啊，它是建立在比较之上的，而不是感知。你这么做啊，也不是在和这个女孩子建立链接，而是在和一堆看得见的竞争对手去打擂台并且裁判还是他不断膨胀的一个欲望。所以真正稳固的价值信号呢，是生物学信号它是来源于你这个人它本身就是发出来的信号，这个才是全人类的一个通用信号。比如说你换个年龄段的女生了，哪怕你换个肤色换个这个美洲板块的这个女生换个非洲大陆的等等，它都能够照样拉高对方的价值感知，能够极大的提升你的这个异性缘你是能够直接成为非洲大草原上最有魅力的男人的那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讲一下第2个点吧，语言节奏记住讲话的时候呢多停顿，减少你下意识的填充词。当你说话有点慢你就会被别人感知为你是一个尊贵的人。为什么会这样你想一下，公司里的大领导他站在台上的时候是不是是那种就是不紧不慢的感觉每句话之间呢也都是会去停顿的，但是没有人敢去催他。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贵人语迟，敢停顿其实就是一种内在的自信。我不需要填满整个对话呀，我就是有这个自信能够留住你的注意力我敢去占用你的时间，所以这样讲话的时候呢，对方就能感知到权力阶层更高的一种那种感觉很多兄弟的问题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在面对女生的时候呢，他讲话会特别的着急，尤其是跟那种就是他心动的女生去讲话，他恨不得自己有无限的话题甚至希望能够一直去讲个不停他会尽力的去填满整个对话在这里边呢也会就是去加一些那种很多填充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就打比方说，你喜欢的女生问你说以前你谈过几个呀你和前任是什么原因分手的呀？那很多兄弟呢，他这个时候他说话的节奏会开始变急，会乱这个谈过3个4个吧然后分手的原因就是这个就这种感觉。兄弟们记住，当你开始着急去解释去填满这个对话的时候，你的节奏自然也就乱了，你就毫无自信与魅力可言。其实你不用着急开口，你就看着他，然后反问他，你很好奇我的过往吗？
还是说你觉得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到了需要坦白一切的地步了啊？你就这么不紧不慢的去给他反撩一下，那该面红心跳的人就是他了。兄弟们，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受到这种差距啊？这是需要你有强大内核才能够去掌控得了的。你们要知道，讲话的时候啊，对方不只是在听内容，更是在感知你的语言节奏啊，你语言节奏背后传递的这种价值啊。当然了，我知道这么讲呢，肯定会有人会说，搞这么细节不麻烦不累吗？我只想说，你如果去装去演，那自然会嫌累。那你如果说真的把它当成了一种自我校准啊，再结合你的内核去提升，那你就是在真实自然的表达，你就是随口讲句话，就会比以前更有吸引力的呀。那这个就是生物学信号啊，当然了，语言也只是生物学信号的冰山一角吧。啊，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第3个了，叫张力信号。这个分为创造张力和释放张力了。创造张力呢，就是维持或者创造一些紧张感，一些不舒适的感觉；而释放张力呢，对应的就是 relax， 让人放松、松弛下来啊。这里边呢有2个维度啊，首先就是通过距离去产生张力信号，就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正常的社交距离啊，差不多是1米2米，对不对？那你如果说突破了这个距离，两人的关系呢，可能就会显得比较亲密一些啊。所以你在跟就是女生去相处的时候呢，你可以干嘛？就比如说你跟她聊天的时候，她在说完某句话之后，你就可以逗逗她啊，然后往后仰啊，然后跟她说什么？哇，没想到你身材这么修长啊，对吧？突然就这么一句话啊，然后再来一句，心思却这么厚重呢啊，或者你也可以再往前倾啊，离她近一点，然后告诉她说，其实我蛮喜欢听你讲话的。只有跟你聊天啊，才有思想上的碰撞，然后你再撤回来啊。这种距离上的一个拉扯，其实它就像扭秧歌一样的这种变化，是非常有张力的。扭秧歌这个东西，虽然说不是咱们这个时代爱玩的，但是你们能想象一下以前那个年代，对吧？扭秧歌在很多男人眼里是很有张力的。然后啊，第2个维度呢，就是认可的一个态度吧。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儿叫老好人，你们就说一下，一个人总是对你好，怎么就成贬义词了呢？这个就是人性的损失厌恶。而且在我们真实的这个生活里边啊，越是亲密的关系，就越会带点不好不认可的这种态度。就比如说跟你比较好，就是很要好的哥们儿啊，你们是不是经常会调侃彼此啊，甚至会说儿子陪爸爸出来吃个饭呗啊，儿子你爹我来了啊，这种是比较大尺度的玩笑啊，其实恰恰是证明你们俩关系是比较亲密的一个。所以你跟女生相处呢，其实也可以通过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个态度去制造一些张力，去拉近关系啊。就比如说女生她问你说啊，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女孩子啊？啊，那你就可以照着她的一个特点是反着去讲啊。她1.6米，你就可以说我喜欢1.7米以上的。如果说他是做金融的，你可以跟他讲，我不喜欢做金融的，太精了，我玩不过。那他一听全是自己的反面标签，他是不是就会瞬间打破了他所有的预设？那这种情况其实张力啊就会瞬间上来，他会马上问你说，那你还跟我出来干嘛呀？啊，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说，但你不一样啊，你看起来笨笨的，看起来还蛮好逗的。那瞬间你又把这种紧张就这种张力给拉回来，给它卸掉。这一来一回的，他的情绪是不是就会像有起伏，像过山车一样？整个关系呢，包括距离呢，就会拉得很近。他呢，也会被你这个人的有趣所吸引到。所以张力，它不是其他博主天天喊你什么，还要健身练肌肉去做什么修容，不是的。现在甚至有很多互联网在教男生化妆，化不化妆这个是取决于一个人爱好，不要是去做什么吸引异性之间的这种事儿啊。你们要记住啊，举手投足之间的言语和行动，它传递出来的这个价值信号远远高于你本身的一些硬性条件价值啊。今天的内容其实很细很干，就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悟到，也希望你们感觉自己悟到这群兄弟啊，不要乱用，好吧？直接套用的话，很容易导致一些话术用在不该用的人身上啊，反而还会出现一些不太好的结果。教哥后续也可以多出一些这种很干的类型的一些干货，好吧？
最后呢，焦哥还是希望你们多看焦哥，多学人性，学会用人性。